基本上已经是翻了将近3倍啊！这一波的涨幅呢，难道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射飞镖买股票就会赚钱的年代？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这礼拜的财经小故事啊！好久没跟大家聊聊最近发生的财经大小事啊。那我相信呢，有在投资的朋友一定知道啊，最近不管是美股或是台股，基本上全部都是涨翻天啊！那这个美国科技股代表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它从年初的低点啊，到今天有将近30% 左右的涨幅。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呢，就莫非这个 AI 概念股 NVIDIA。哇，这个 NVIDIA 在这段期间内足足涨了3倍啊！哦，他们这个台艺的执行长Jensen Huang呢，前阵子啊回来台湾出席活动的时候，也穿着他那个经典的皮衣啊，不管是逛老河夜市啊，出席活动的时候，非常的帅气啊。那我们看一下台股。这个台湾的加权股价指数呢，其实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也涨了将近20% 左右啊。那尤其啊是跟这个 AI 相关的概念股啊，这个全世界都在疯 AI 这个题材。台湾的 AI 概念股，我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伟创啊，伟创基本上已经是翻了将近3倍啊。那这一波的涨幅呢，难道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射飞镖买股票就会赚钱的年代？难道这个经济的衰退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吗？那其实呢，这一波股市的涨幅啊，它主要啊就是反映这个通膨的回落。从这个图表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啊，这个美国他们的通膨的年增率啊，从2022年6月的9% 左右呢，降到现在大概只剩下4% 出头多一点点。那这个通膨的回落呢，也引发了市场啊对于停止升息甚至是降息的美好想象。美国的联准会呢也非常的顺应市场啊，在这个今年的6月啊，连续升息10次之后，首度停止升息啊。那也正是因为这次6月的暂停升息啊，让之前很多在市场外面观望的资金啊，纷纷疯狂的涌入市场里面啊。根据美国银行啊，他们引用的数据指出啊，在5月31号以前，已经有高达85亿美金的资金涌入了这个跟科技股相关的基金里面，创下了这个历史的新高。那这种市场疯狂资金涌入的举动啊，也让许多分析师啊纷纷跳出来敲了警钟警告大家不要太疯狂啊。其中呢，这个花旗他们的分析师就指出啊，市场目前期货多头的部位啊，已经创下3年来的新高了。那这种疯狂的举动呢，其实已经加深了科技股它会大幅回档的风险，大家不可不注意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啊，看完美国之后，回来看台湾。台湾这次的央行呢，它也是暂停升息的也是跟进升息好几次之后，开始暂停升息了。我们的通膨呢，其实大概都一直维持在2% 以上。这个2% 呢，是央行他们的通膨警戒线啊。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2% 以上，高达22个月了。所以这个台湾的通膨其实是没有显著的降下来。那这原因最主要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个2023年啊，也就是今年当做一个分界线。在去年啊，这通膨比较高的原因啊，主要就是因为疫情因为这个俄乌战争造成全世界这个供应链大乱啊，然后这个国际的原物料它的价格上涨。那今年的通膨呢，我们细看啊，它比较像是疫情解封之后，大家这不管是对于外食对于旅游这种服务性质的需求都增加，造成的通膨大涨啊。所以如果有在投资台股的朋友啊，除了那些已经涨了很多的这种 AI 概念股啊或科技股之外，你们可以发现啊，不管像是长荣航空像是这个中华航空或是一些观光类型相关的股票例如说什么寒舍啊，例如说雄狮，其实近期啊他们的股价表现也都非常的强势啊。有在投资台股的朋友啊，不妨留意一下观光类股最近的走势尤其暑假旺季要到来了。但是还是在这边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台股的这个位阶啊，台股的这个点位啊，也是相当的高啊。大家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投资风险才是一个可以持盈保泰，让自己的资产慢慢稳健增值的长久之计好，那这一期的这个财经小故事就分享到这边。喜欢这支影片或觉得影片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订阅我们频道并且帮我们分享这支影片那我们的财经小故事我们就到这边，大家下礼拜见，拜拜。